沙龙。欢迎来到 Edwin 的电影沙龙。3月中旬到4月中旬，我们有4次沙龙的聚会呢，要跟大家聊一聊 Alfred Hitchcock 希区考克的电影，这位 Master of Suspense 紧张大师。那这4次的聚会呢，我们总共有8部电影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次我们聊的是希区考克的小镇风情，聚焦在他的2部以美国小镇为重要背景的电影，分别是1943年问世的辣手摧花 Shadow of a Doubt， 还有1951年问世的火车怪客 Strangers on a Train。今天我们第2集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希区考克的爱情电影。希区考克的爱情电影百百种，太多部，几乎呢每一部希区考克的电影里面都有爱情的成分在其中。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2部，不能说是其中最干柴烈火的，但是在希区考克那么多的作品当中呢，提起 Rebecca 蝴蝶梦，还有美人计 Notorious，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不会否认这2部可以算是希区考克爱情电影的代表吧。希区考克呢是英国导演，他在1930年代的后期，在英国影坛呢算是达到了他演艺事业的最巅峰，尤其那个时候英国算是这个战云密布随时就要跟德国宣战了。那在1939年的4月份，希区考克终于接受了美国大制片人的邀请，从英国渡海来到了好莱坞。这位大制片人呢 David O. Selznick 就是《乱世佳人》的制片人，他在好莱坞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独立制片家，大概能跟他齐名的可能就只有 Samuel Goldwyn。那这几位这个独立制片家，他们在好莱坞运作的模式呢，有一点像是这种孤狼啊，他们瞄准了明星或者名导演，或者是厉害的题材，比方说哪一部百老汇的话剧或音乐剧，或者是哪一部这个小说知名的小说，当他们手上有这些谈判的筹码呢，就可以集资，就可以租场，甚至他可以跟大的制片厂合作，一起来推动这个电影的拍摄以及电影的发行。以 David O. Selznick 为例，乱世佳人就是他拿到的版权，然后他运筹帷幄，是要跟华纳公司合作，还是要跟米高梅公司合作。在一个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希区考克来到了美国，他的第1部电影 Rebecca 蝴蝶梦，作为一个外来的导演，虽然讲的还是英文，但是对于美国来讲，那就叫做外来导演。对于一个外来导演来讲呢，希区考克在他的美国生涯早期所选择的电影题材，某种程度上有一点保守，他尽量选择，尽量拍摄跟他的英国背景或者是欧洲欧陆背景相关的题材，调理出相似的风情。毕竟在这个美国化的过程当中呢，身为一位英国导演，他所切入的角度或许还不是那么的道地。 Rebecca 蝴蝶梦是英国背景，神秘的古堡，娇羞的少女意外嫁入豪门，却因为神秘兮兮的女管家牵扯出前一位夫人，那位传说中人见人爱，永远是古堡里头宴会上的灵魂的那位 Rebecca 夫人。那她的鬼魂似乎总是笼罩在古堡当中。我们这个娇羞的少女，她怎么样去克服心魔，怎么样站稳脚步，怎么样去扮演她是第2任太太这样子的身份。
这是 Rebecca 这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情节核心。而饰演这个电影 Rebecca 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她没有名字，她叫做 I， 就是我，完全是第一人称。这位女演员呢，琼芳登，某种程度上算是很新的新人。她的姐姐是奥利维戴哈惠兰。琼芳登之外，有男主角特别从英国请来了号称当代最会演戏的帅哥男演员劳伦斯·奥利佛。劳伦斯·奥利佛那个时候在好莱坞先拍完了威廉·惠勒导演的《咆哮山庄》，紧接着就要拍《蝴蝶梦》。他拍《咆哮山庄》的时候被威廉·惠勒，哇，那真是折磨到他都不会演戏了。为什么呢？一个镜头可能拍30遍、40遍、50遍、100遍、108遍，拍到后来，他直接问导演：“求求你告诉我该怎么演吧，你教我好不好？或者你示范一下好不好？”导演说：“我也不晓得，你就继续演吧，演到对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演对了。”可是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磨练，劳伦斯·奥利佛演出了角色的深度，也演出了自己不表演，而是一个自然存在这样子一个角色，还有他的所谓表演的特性。这是威廉·惠勒导演最擅长琢磨演员的一个很妙的，我真的是非常钦佩他的一个妙招。我们今天谈希区考克，为什么又谈到劳伦斯·奥利佛，又谈到这个咆哮山庄呢？因为劳伦斯·奥利佛那个时候正在跟 Vivien Leigh 费雯丽谈恋爱，他们以这个新婚夫妇的姿态热恋中的姿态，像英国贵族一样翩然降临好莱坞。劳伦斯·奥利佛去拍咆哮山庄，后来接着拍蝴蝶梦，那费雯丽 Vivien Leigh 呢就去拍乱世佳人。蝴蝶梦对于劳伦斯·奥利佛来讲呢，比起咆哮山庄那真是简单的太多了。不过真正电影最重要的2位灵魂人物其实是配角，分别是乔治·山德士所饰演的风流表哥，以及 Judith Anderson 所饰演的神秘女管家。我永远忘不掉希区考克在经营《蝴蝶梦》这部电影，他所展现的对于那个氛围，对于那个视觉，黑白电影，还有整部电影的光影设计，他的摄影上面的焦点运用，哇，那真是精彩万分。比方说最动人的一场戏，我们的这个娇羞万分的这个爱，明明已经嫁入豪门了，却仍然把自己当成是灰姑娘，瑟瑟缩缩的。她一直想要去探究前一位夫人 Rebecca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天，她大着胆子踏入了 Rebecca 所居住的卧室，没想到引来了像这个已经结好蜘蛛网，就等着猎物上门的女管家。女管家带着她参观，而且一边介绍所有 Rebecca 所使用过的各种物件，一边仍然带着无比的仰慕。这个夫人怎么，夫人又怎么，夫人是多么的美，夫人是多么的充满活力。每天夫人去 party 回来，我就会为她等门。你看看夫人的内衣在这里，每一件蕾丝内衣都是若隐若现，可以看得到她娇嫩无比的肌肤，还有她所有的枕头套，所有的手绢都精心刺绣着 Rebecca 的 R 字样。夫人回到家累了，我就会在梳妆台前为夫人梳着她那一头秀发，一边梳一边听她讲起 party 上各种精彩、各种高潮迭起的欢笑的事情。夫人累了就躺下来，我劝你也躺下来吧，静静的听着海浪拍打礁石还有断崖的声音，你会找到永恒的宁静。这场戏 Judith Anderson 演出了奥斯卡的水准，可是她却没有拿奖，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实在是无比精彩。从希区考克的光影设计岔题去谈到了表演，其实希区考克他并不指导演员表演，
他最擅长也最 enjoy 的是规划他的电影，像漫画一样把所有的镜头、所有的分镜通通规划好，他最享受这个过程。规划好之后呢，拍摄对他来讲就只是实现分镜而已。业界曾经盛传一个笑话，就是女演员问希区考克：你要我从这里走到那里，请告诉我的动机是什么？我应该想什么好，我才走得过去？希区考克跟他说：你只要想着你的片酬就好，你只要想着你的酬劳就好了，你就走吧。对于他来讲，对于这位 Master of Suspense 来讲，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以及他的运算当中。大导演曾经说过 I have become a body of films. I am all those films. 作为我这个存在，他已经不是我了，他的一切，他的所有，他的意义，就是他拍的所有电影，他已经变成这些电影加总起来的一个综合体了。爱情电影讲到希区考克的 Notorious 美人计，两大超级巨星卡莱葛伦还有英格丽褒曼。卡莱葛伦是间谍，英格丽褒曼呢是卖国贼啊，汉奸的女儿。为了自己，为了父亲，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好多好多好多，其实到头来为的就是一份爱。而英格丽褒曼被卡莱葛伦当成是一个棋子，把它放进一桩错综复杂的国际间谍网，要他协助搜集情报，去破获恶魔党啊！当然，恶魔党是我开的玩笑。这些国家啊、民族啊、间谍啊，其实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几位主角之间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女主角因为被当成美人计当中的美人，牺牲自己的情、爱、肉体、贞操，还有所有的情感，委身于另外一个男人。这另外一个男人是由克劳戴·雷恩斯所饰演，哇，演技派的巨星。英格丽褒曼跟卡莱葛伦缠绵悱恻的爱情当中呢，就有一段长达2分半钟，号称电影史上最长时间的接吻镜头。他们不是一口气不坏的狂吻2分半钟，而是每一次的缠绵，嘴对嘴就差不多是3秒钟。3秒钟对完嘴，马上接着讲话，马上接着缠绵，然后马上又接着3秒钟。这个所谓的3秒钟是希区考克刻意玩的游戏，因为美国那个时候有很严格的电检呢，觉得这亲吻太久有伤风俗，所以限制一个吻呢不能超过3秒钟。好吧，那我们导演就让2位演员呢3秒钟一啄，3秒钟一啄，3秒钟一吻，3秒钟一吻，每一个吻都是支离破碎，但是又缠绵悱恻，前吻连接着后吻，吻吻相连到天边，最后整场戏的不断的断断续续的不断的吻，加起来2分半钟，成为影史经典。Notorious 可以看的，可以分析的，可以赏玩的点好多好多。可是这次为了制作这集节目 Edwin 重新观赏，我发现仅仅是电影当中的那一连串精彩的大特写，还有连接大特写的剪接功力就非同小可。还记得把希区考克从英国请来美国的大制片人 David O. Selznick 塞切尼克呢，他曾经就抱怨了希区考克每一次拍电影都完完全全按照剧本照本宣科的拍，当然拍的都不错，可是他从来不多拍东西。为什么塞切尼克身为一个电影制片人会希望要求自己的旗下导演多拍东西呢？这其实是一个艺术掌控权的角力。身为制片人，他总希望手头上有些多的素材，可以在最后定剪的时候呢，凌驾导演，剪出他自己想要的作品。
但是希区考克在这一点上呢，就是不让他占便宜，所以他的剧本规划拍多少他就拍多少，没有其他的素材让塞切尼克去剪，也因此这个所谓的定剪版本往往就是希区考克说了算。不过也因此，在两个人在晚年的晚年，希区考克说他回忆起来 David O. Selznick 所给他最重要也最让他珍惜的评语，就是 Selznick 说希区考克 is the only director I trust with a film。 作为一个导演，希区考克是他身为制片人唯一信任愿意把电影胶卷交到他手上的重要合作伙伴。浅浅的短短的谈了 Rebecca 还有 Notorious， 今天的沙龙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见。